因为违背本意的错话，认为伤害到别人而自责，讨厌自己不断尝试改变，却越是付出努力就越体会到无力感，再次陷入自我厌恶的回圈。也许过错就像回忆里的伤疤一样，一旦犯下就会留下无法彻底抹灭的痕迹，从此困扰着自己。然而那样即便受挫，依然勇敢起身向前迈步的身姿，看在旁人眼里却会是之所以目不转睛、心生青睐而向往的魅力。こっちです。プロデューサー。大家好，我是 Skim。除了在真乃的影片介绍过制作人会亲自上前招募之外，甄选试镜是另一种事务所挑选偶像人才的方式。纵观目前283事务所旗下的28位偶像之中，初次见面时已经通过初选的仅有5位，包含这次的主角枫野登之、卡扎诺希欧里。一早听完283事务所的同事娜娜库萨哈兹基的通知后，闪耀 P 在训练室初次和登之见面，发现对方似乎在自己抵达前就已经自发性的开始武道训练。闪耀 P 打过招呼之后称赞他是个努力的人，只不过与预期的反应不同，登之轻微皱了眉头。第五者光是看到这种程度就能明白吗？接着转头展开发声训练。闪耀 P 此时还没察觉端倪，认为眼前的女孩单纯个性认真，直到所属团体 Illumination Stars 结成后，某天移动到下个工作地点的途中，登之在坦言自认初次见面的时候，对于闪耀 P 的态度有点失礼，不仅表达了歉意，也坦诚对今天接下来的工作感到紧张。这是我们首次能藉由闪耀 P 的试点知道，无论对方是否放在心上，但只要认为是自己的过错，登之耿耿于怀的程度，有时候远比表现出来的还要在意。这个女孩子无疑是认真看待每一样人事物的，但是很现实的是，倘若认真的态度长时间没办法获得相呼应的成果或反馈，无非容易陷入有害于心态的负面循环。我认为登之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钻牛角尖和对失败的敏感则是他的个案。好比 Wing 遇到工作上的失误，纵使在闪耀 P 的专业判断中，属于事后检讨就能善后的累积经验，登之当下还是很基于你明明事前就做了不少准备，却依然犯下失误。故事回到在设定上描写女孩们成为偶像之前，或是作为 Wing 补述的篇章 Step， 登之还在念国中的时候，其实早已显现出这样的倾向。借由对照他加入283前后的情况，也不难发现登之在面对失败之后能够好好释怀，熟人给予的关怀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帮助，即使用上全力，结果仍然不尽理想，有人依旧愿意肯定或是安慰。就算事前紧张，怀抱满腔的犹豫，周遭始终不利于倾听和打气。会对小事钻牛角尖，偶尔对自己过于严格的登之、真乃、美咕噜和闪耀 P 这些旁观者清的支持，是他在偶像之路前进下去有力的后盾。有趣的是，登之的确十分勤奋，做事也追求条理，是个会将工作与练习上遇到的不足做成笔记去提醒自己，在符合自我认可之前不会松懈的努力派。然而登之看似讲究效率的现实主义，其实出乎意料的很相信预兆和风水，喜欢占卜跟星座运势之外，还会参考当天适合的幸运色、招运小物当做当天的配饰。考量到登之凡事都讲究事前准备的作风，我猜这个女孩子选择相信运气和玄学的理由，只是8-9单纯出于希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不会变成功亏一篑的原因。虽然如果被人当面点破这点，登之也会表现得很害臊就是了。ジンクス。なるほど。わかりました。では、それを叶えるためにも急ぎましょう。プロデューサー、どうしました？別にプロデューサーに合わせたわけじゃありませんよ。もともとジンクスとかはちょっと好きというか。事实上，一如既往的认真，结果意外的冒出有趣的言行举止，也是登之颇富个人特色的醍醐味。譬如说，料理风格就像对待偶像事物般一板一眼，
尖角食谱笔记详细的程度，光是用油量和火候时间就详细到令美姑讶异。以及开始煎饺子之后，自言自语的念着 Gyoza Palito Sasetakude， 也就是想把饺子煎得脆脆的，有一种魔女施法的既视感。加上当时灯枝的口气有如念稿一般，逐条念出煎饺的做法后，转头开始跟美姑谈论关于蒸奶的事情。可是后面讨论到一半，灯枝突然想起了锅里的饺子，立刻脱口而出 Gyoza Palito Sasetakude， 回到一边念诵咒文一边煎饺子的行为模式。这段剧情一公开之后，有些跳通又很唐突的举动，让许多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Gyoza Palito Sasetakude 这句台词更荣获了2019年闪耀色彩名台词排行的大奖。当然啦，纯粹好笑之余，也有不少人觉得这样的举动可愛得很有灯枝的风格。一段落かな？お疲れ、ひより。まだまだ。1分ごとに焦げてないか確かめないと。どうかした？そういうところだなーって思って。きっと美味しい餃子になるんだなってこと。そろそろゆすらなきゃ。マノ、ちょっと元気がないみたいだから。せっかくめぐるが誘ってくれたんだし、餃子パリッとさせたくて。话说回来，不只是煎饺，灯枝对于料理可说是十分擅长。曾经替闪耀胚亲手制作便当，连泡出来的红茶都令美姑赞不绝口。目前为止的剧情并没有直接明示灯枝为何擅长厨艺，不过根据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也常因为工作晚归，以至于他从小就肩负起大多数的家务，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也因为很多时候必须自立自强的童年，有些玩家推测可能间接影响他遇上困难的时候，不会直觉地想到先和周遭的人商量。在学校被称作有如高岭之花的存在，说是称赞难免多了几分寂寞。扣除家人以外和283事务所相关的人际关系，我想大概就是他全部的社交生活了。和 Illumination Star 在一起的时间，自然成为一窥灯枝流露各种情绪的很好机会。回想团体成立的初期，即使有美姑热情又努力的撮合，仍然因为双方都缺乏自信和社交手腕，灯枝和真乃的相处一直毫无起色。在真乃的角色浅谈中提到的训练室事件，现在回头来看，灯枝只是一如既往，用理性易懂的方式分析真乃，配合不上舞步的原因，目的本身没什么问题。可惜错在那句现在的真乃独自练习也许比较好。当时是美姑出面打了圆场，提点大家都有不足的地方，如果不能一起变好就没有意义了。从那之后的自白可以得知，出于好意的灯枝注意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让真乃跟上节奏，反而动作变得更僵硬，就连他也因为在意无法专心练习，甚至开始担心被两人超越，自己反倒成了拖油瓶。私と一緒にやるより一人でやった方が桜木さんもやりやすいのかな。今の桜木さんは多分一人で練習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う。桜木さん、私の前だと硬くなっちゃってる。私があんな言い方をしたから。ワン、ツー、スリー、フォー。ワン、ツー、スリー、フォー。あれ、日和？移動始めるの今のところだったよね。あ、ごめんなさい。私。大丈夫大丈夫。もう一回やろう。マナも行くよ。何やってるんだろう。桜木さんにあんなこと言っておいて、自分ができてないなんて。当然，后来的发展也如同在真乃的角色前谈中所说的，诸如此类的负面情绪，好好的被真乃接了下来。如今的三人是要好到会轮流在彼此的家中举办睡衣派对，互相扶持并无话不谈的亲密好友。灯枝甚至设想过三人高中毕业后合租房子，住在同个屋檐下。灯枝想成为偶像的契机，是在国中观赏学园祭的偶像演唱会时，憧憬粉丝与偶像之间藉由互相喜欢这份情愫与他人建立起关系。在属于他的这条偶像之路，不仅遇见了台下推崇这个女孩子的粉丝，不光是Illumine那些在283事务所其他团体的偶像们，
故事中也记录了灯之与他们之间的情谊。注意到容易把相信的人说的话全都当真，试着捉弄之后中意对方的反应。安迪卡的田中摩耶美和灯之的相处描写，即便短暂，依然拥有相当程度的人气。不同团体的成员有过什么互动，除了会记录在篇幅较长的活动故事里面，又单纯描述跃进剧情的 support SSR。狭幼之中，灯之偶然看见从巴士下车的通口原香，想要搭话，却因为犹豫怎么展开话题而迟迟没有行动。后来还是原香察觉到而主动做球给灯之。值得注意的是，明是还不熟络的对象，两人的对话意外的很快渐入佳境。不过，倘若提到灯之和Illuminate之外，互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偶像，莫过于跟伊卡卢卡卢卡在活动剧情 Senta 进入 Juniga's， 身为平生却迅速发展成亦师亦友的情谊。透过卢卡的视角和他对经纪人的说辞，可以得知之所以对灯之产生兴趣以至于好感，源自于碰巧瞧见灯之即使在武道课程的休息时间，仍然想打铁趁热，专注于修正不足的地方。主动搭讪过后，卢卡不仅更贴起劲交流，也从对方身上看见有如过去练习生时期的搭档。誰のクラス受けてんのか知らねえけど、次行ったらぶっ飛ぶよ。だといいのですが。もっと本格的なダンスも見たりして、今学ばせてもらってることを深めたいなと思ったり。へえ。私の話なんて。今日は貴重なお時間を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開けてない水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よかったら。すみません、飲ま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よね。おお、横入りしねえで買った水？不论是勤奋还是一丝不苟，对于灯之而言，或许难免是出于意识到自卑和挫折，愤而想要拼命奔跑去摆脱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曾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停下脚步，然而坚持至今所踏出的每一步，仿佛传递灯火去编织一般，日积月累出早已星光熠熠的偶像之路。我是 Skimmer， 感谢你看到最后。灯这个故事让你有什么想法呢？或是有什么想补充的，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就下支影片见喽。